沙漠玫瑰是多肉植物，一个耐高温干燥又不怕日晒的肉肉。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别名叫天宝花。沙漠玫瑰长得很特别，根基部肥大，很像个酒瓶，单叶互生，极致叶绿色大而有光泽。这家伙开花漂亮，花朵就像小喇叭，花色有玫红、粉红、白色及复色等，从5月开花到12月，但是养护的好，四季开花不断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夏季正值沙漠玫瑰的生长期和开花期，我们必须下手狠一点，才能让它花开爆盆。一起来看看哪些地方需要狠。配土狠一点，颗粒土过半。沙漠玫瑰原生于肯尼亚等沙漠周边地区，当地环境炎热而干燥。在常年生长的过程中，沙漠玫瑰进化出了粗大的块茎，以储存养分和水分。它的根系不发达，为肉质根，无法深扎入土壤底层，因此只能用较浅的花盆栽种。配土也要尽量模拟戈壁环境，土壤不需要太肥沃，但颗粒物的含量要超过50%，来保证盆土排水和避免烂根。营养土可以直接买花市调好的营养土，或者用腐叶土加少量肥料代替。颗粒土可选择的有很多，只要是大颗粒的土壤均可，比如火山石、碎砖块、树皮块、珍珠岩等等。光照狠一点，夏天也要狠狠晒。我们知道，沙漠戈壁中的植物很少，生长在戈壁的植物几乎没有遮挡物，面对酷热和烈日只能硬挺。因此，沙漠玫瑰是完全不怕晒的，全年都要接受到全日照。夏天也不需要遮阴，狠狠给它晒太阳，越晒就长得越快，也就越爱开花。在夏季，如果咱们能够给沙漠玫瑰美美见光，沙漠玫瑰会更好的进行光合作用，其植株会更加健壮，不会徒长，它的叶片也会更加葱翠油亮。最重要的是，经过夏季阳光的滋养，沙漠玫瑰在夏季可以美美开花。阳光下的沙漠玫瑰开花更硕大，开花更娇艳，没有充分光照的沙漠玫瑰是不可想象的。如果大家的沙漠玫瑰见光不够，就赶紧行动起来，把它放在光照充足的地方吧。浇水狠一点，茎快发软再浇水。沙漠玫瑰的根系和茎干都是肉质的，里面储存了大量的水分，所以它是非常耐干旱的，浇水宁可干一点，也不能过多。太多的水分会引起根系腐烂，让植株出现黄叶落叶、枝干发软的表现。夏季如果实在拿捏不准什么时候浇水，可以在浇水之前用手摸一下沙漠玫瑰的肉茎，发现变软后再浇透水。如果浇水过多，沙漠玫瑰就会吸收不了，而且还可能会出现烂根黄叶现象。因此在夏季大家一定要控制好咱们的手，禁止有事没事都去浇水，浇水过勤不但起不了作用，还可能会伤害沙漠玫瑰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一些朋友认为沙漠玫瑰不喜欢水，就浇水过少，甚至会不干不浇，其实这样也是不对的。浇水过少或者不干不浇，不能满足沙漠玫瑰的生长需要，这样它怎么会茁壮生长呢？建议大家维持植料的微干是最好的，待植料干上3-4公分再浇水不晚。浇水时咱们要注意水质，最好浇微酸的雨水，或者是一点硫酸亚铁溶液，这样既能补充水分，还能维持沙漠玫瑰所爱的微酸环境，对于沙漠玫瑰生长和开花都是很有好处的。修剪狠一点，时常打顶。除了开花时可以赏花之外，沙漠玫瑰本身也是一种观叶植物，它的叶片不多，但颜色浓绿，并带有一种光泽感。株形也很奇特，粗壮的枝干，基部的主干还有个大肚子，古朴又有趣。夏季的沙漠玫瑰生长速度很快，我们一定要及时打顶，枝条生长一段就要把顶芽掐去，消除顶端优势，植株会长得更加粗壮。除此之外，到了夏季也可以稍稍进行修剪，并非是大范围的修剪。修剪时可以给沙漠玫瑰修剪掉过密枝条，修剪掉病残枝，或者是交叉的枝条，这样可以改善通风，也可以改善光照，减少无用的营养消耗，为提高开花的质量奠定基础。施肥狠一点，多用复合肥料。为了抓住夏天的生长期和花期，给沙漠玫瑰补充肥料必不可少。沙漠玫瑰喜欢薄肥勤施，不易施农肥和生肥，易造成沙漠公龟烧根的现象。沙漠玫瑰除了氮肥促进生长外，开花期间适当的追施花肥利于开花。
我们可以使用氮磷钾均衡型的化肥，比如复合肥、花多多等等，或者也可以使用有机肥料，比如腐熟好的豆饼肥、果皮水、菜叶肥等等。固体肥料每月使用1至2次，或液体肥料每月使用2至3次。通风狠一点，常通风。夏季沙漠玫瑰喜欢通风好的环境，害怕闷热潮湿，一旦长期闷热潮湿，沙漠玫瑰就容易出现烂根或者是病虫害的情况，所以一定要把沙漠玫瑰养在通风好一些的环境中。室外养殖的沙漠玫瑰，即便是放在树荫下或者是凉棚下面，通风效果都是很不错的，所以不需要进行太多的加强通风处理。而在室内养殖的沙漠玫瑰就不同了，因为有的花友到了夏季高温期的时候，也不会经常的开窗通风，在这种密闭的环境中，加上高温沙漠玫瑰就容易出现病虫害，所以室内养殖的沙漠玫瑰就需要借用外力来达到通风好的效果。我们可以使用风扇来通风，只不过不要对着沙漠玫瑰吹，防止花朵被吹下来的情况出现。做到上面说到的6个狠，你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吗？那你可大错特错了。夏季养沙漠玫瑰还会经常遇到一些恶心的、致命的问题，要是不知道，不单单是家里的沙漠玫瑰遭殃，其他的花草说不定也会被一起折腾死。那到底是什么要命的、严重的问题呢？夏季常见的3个问题。1. 虫害。养过沙漠玫瑰的都知道，我们在夏季养的沙漠玫瑰很容易招红蜘蛛。红蜘蛛泛滥速度非常的快，几天的时间就会出现1传10、10传100的现象，然后就会将整个植株占满，到最后叶片上出现斑点，如果不去治理，它的叶片就会逐渐的脱落掉，主干顶部就会出现回抽的情况，既不生长也不会开花，严重的还会导致整个植株萎缩枯死。不但如此，如果这些红蜘蛛没有控制住的话，就会爬到其他多肉或者花卉上，那么就不是死一株沙漠玫瑰那么简单了，损失可谓非常惨痛。所以在夏季养沙漠玫瑰一定要做好防虫的工作。防虫的方法很简单，如果植株上一个红蜘蛛也没有，我们想要预防，保证环境的通风度，在花盆表面撒上一些小白药，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预防红蜘蛛的滋生。如果发现了，及时的喷药，用阿维定虫蜜或者是吡虫林兑水1比1000去喷上1次，之后间隔3天左右再去喷上2次，所有的红蜘蛛就会彻底的杀死。夏季之所以招红蜘蛛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高温闷热，这个时候如果环境通风稍微差一点，就容易滋生虫害，所以保证良好的通风环境就是重中之重。2. 烂根。养过沙漠玫瑰的都知道，沙漠玫瑰非常容易出现烂根的情况，一般情况下只要是烂根了，想救都救不过来，因为它烂的时候是先从根部腐烂，根在土壤中，非常难察觉，等我们发现的时候，整个植株的主干都彻底烂掉，想救就比较难了。所以不想让沙漠玫瑰烂根的话，预防是一把好的钥匙。那应该怎么预防呢？方法也不难，我们栽种的时候要用颗粒多一点的土壤，我们用颗粒占5到7成，花盆一定要用小的，用矮的，有条件的选择用陶盆，这样栽种上以后浇水土壤干得快，就不会出现烂根闷根的情况，而且一定要掌控好浇水的方法，盆土不干透不要去浇水，除非通风非常的环境，浇水可以不那么严格。3. 徒长。沙漠玫瑰是一种观花的植物，如果在家中一直不开花，也是让人很着急的，所以我们要有效的预防它出现徒长的情况。所谓的徒长，就是因为光照弱，植物只长枝条，而且枝条越长越细，叶片和叶片间的间距就会拉大，通常管这种现象叫徒长。沙漠玫瑰是一种典型的沙漠植物，喜强光照，夏季直接扔到太阳底下去就行了。如果养护的环境没有光照，那么它是不开花的。有的花友养的环境中就是没有光照，又想让它开花怎么办呢？可以人为的加个补光灯，补充环境中的不足因素。有一些补光灯很便宜，10几块钱、20几块钱就能够买到一个小的，需要的花友不妨去试一试，然后告诉我你使用的效果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沙漠玫瑰的养护知识。如果有错误和遗漏的地方，欢迎大家批评指摘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养护心得。感谢观看。
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